到底是什么样的千年古棺，竟然能让考古队启用3星堆同款方舱？就在苏州某工业园区，考古队意外挖出一男一女2具船形古棺。然而，就在古棺被打开的瞬间，就连见多识广的考古队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一面是精美又高级的陪葬品，一面却是死状极惨的尸骨。这对疑似夫妻的古尸，1000年前究竟遭遇了什么？是被仇人暗杀，还是家族内斗？而更神奇的是，在太湖流域这样潮湿的地域，这2具木棺却能千年不腐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今天眼见古今就带大家去探索这桩发生在1000年前的离奇悬案。这2具千年古棺能重见天日，还得归功于苏州推行的考古前置工作。简单说就是政府出让土地前，必须先把地下文物的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全做完。别小看这政策，以前很多文物都是基建挖到了才紧急抢救，往往来不及保护就受损。而考古前置政策直接把文物保护从亡羊补牢变成了未雨绸缪，这才有了此次墓葬的重大发现。当时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明利带着考古团队在工地勘探，一开始挖出的5座墓葬都惨不忍睹，墓道和墓室底部只剩一点点残迹，其他全被岁月啃得一干二净，连件像样的文物都没留下。就在大家心灰意冷准备收队时，一处堆着建筑残块的平地底下突然露出了2具完整的木棺。这一下整个考古队都沸腾了。要知道，苏州地处太湖流域，地下水位忽高忽低，木质文物在这种环境里根本熬不过多少年，能挖出完整1000年木棺，简直比中彩票头奖还难。可高兴归高兴，怎么把这2具1000年宝贝安全运走，成了天大的难题。木棺距今1000年，早就脆弱的不行，稍微用力就可能散架。考古队不敢有半点马虎，发掘组长车亚峰带着考古队员，在狭小的连转身都困难的空间里，用手一点点刨掉棺底的泥土，刨一点就赶紧用支撑物顶住，像给病人做手术一样，小心翼翼地给棺木做底托加固。就这么一点一点抠，一点一点垫，花了好几天时间，才总算把2具木棺严严实实地打包好，送上了开往无锡的卡车。更厉害的还在后面。为了给文物打造恒温恒湿的保险箱，考古队直接启用了3星堆同款考古方舱。开棺前，来自无锡市130媒介生物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先钻进方舱，对棺木周围进行空气微生物采样，摸清微生物的情况，用科技手段抑制其生长，就怕这些微生物损坏了1000年古棺。这阵仗让人忍不住好奇，方舱里的2具古棺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当1000年女棺被推进方舱时，考古队员刚一靠近，就感觉这棺木透着一股不对劲。它就像个双面人一样，表面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全是伤痕。首先，考古队员发现棺木外侧裹着一层厚厚的青膏泥，这青膏泥长得平平无奇，摸起来却细腻的像婴儿的皮肤。考古队员一下子就兴奋了，这可是文物保护的天然保鲜膜。青膏泥密封性极强，能严严实实地隔绝空气和水分，就是靠这层泥，这具木棺才能在太湖流域潮湿的环境里躲过1000年腐朽的命运。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掉这些青膏泥后，又发现这棺的外表也是大有讲究，称得上是顶配级别。棺木外面刷着乌黑发亮的黑漆，边缘还描着一圈鲜红的漆，黑红搭配显得既庄重又华丽，活脱脱一件1000年高级定制礼服。再看造型，整个棺木像一艘迷你版的古代游船，棺身2侧还有凸起的须弥座。这种船形棺在木棺里可是稀罕物，一般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用得起。考古队员当时就猜测，这墓主人说不定是古代的豪门贵妇，不然哪配得上这么讲究的棺木。可考古人员越往下看，越觉得诡异。棺木的前挡板居然是用好几块木板拼接起来的，缝隙看得清清楚楚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再看棺盖，上面赫然2个破洞，一个洞直接穿了，另一个虽然没透，但边缘全是不规则的缺口。仔细一看，
缺口上还留着刀刃划过的痕迹，像被人用斧头胡乱砍过一通。发掘组长车亚峰拿着放大镜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得出结论：这绝不是盗墓贼弄的。盗墓贼挖洞都是垂直往下，怎么会这么乱七八糟砍？这明显是下葬的时候就有的痕迹。更奇怪的是棺盖上的2枚棺钉。正常下葬，棺钉会牢牢钉进棺盖和侧板里，把棺盖封得严严实实。可这2枚棺钉露在外面的部分就有7-8厘米长，只浅浅嵌在棺盖里，用手轻轻一掰都能晃动，像有人钉到一半突然急事，随手扔那儿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下葬时突发变故，还是有人故意不想让棺盖封死？看船身造型和修漆彩绘，说明下葬的人是在乎墓主人的，那为什么又要在棺盖上砍砸，连棺钉都懒得钉牢？这前后矛盾的做法像一团乱麻，绕得考古队员心里直发痒。带着满肚子的疑问，考古队员开始准备开棺。为了不损坏棺板，他们用插入木屑的方式一点点把棺钉撬起。厚重的棺盖被缓缓取下时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谁也没想到棺内的景象比棺身的痕迹更让人震惊。整个棺内积满了黑乎乎的淤泥，把里面的东西盖得严严实实。考古队员拿着小刷子，像扫灰尘一样轻轻清理淤泥。刚清理了几厘米，一个4系陶棺的轮廓就露了出来，陶棺的纹路还清晰可见。紧接着，2件小巧玲珑的越窑青瓷粉盒也被挖了出来。这粉盒做工精致，釉色莹润，一看就是唐宋时期的高档货。考古队员一下子就来了精神，这意味着墓主人是一名贵族女性的可能性极大。不仅如此，考古人员还在棺内还发现了一个漆盒，里面装着一面铜镜，漆盒下面还有一把木梳，这些都是古代女性常用的梳妆用品，说明下葬时有人特意给墓主人准备了随身物件。而在后续的清理中，惊喜也是一个接一个。不久之后，考古人员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小块白色的瓷片。考古人员不敢掉以轻心，赶紧用小刷子轻轻扫掉上面的泥，一件完整的瓷器慢慢显露出来。这是一件越窑青瓷碗，这碗的釉色像湖水一样清澈，碗口还带着淡淡的弧度，一看就是精品。紧接着，又一件青瓷器物被发现，是一个小巧的青瓷粉盒，盖子上还刻着简单的花纹。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极其激动，越窑青瓷是唐宋时期的奢侈品，一般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。可没等大家高兴多久，新的发现就让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随着淤泥越来越少，棺内的人骨慢慢显露出来，可这骨骼的样子让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头骨和四肢像被人拆开的零件，中间隔了足足20多厘米，四肢扭曲的不成样子，有的骨头甚至弯成了直角。更吓人的是，头骨的右后方有一块区域碎得像豆腐渣，碎片散落在周围，一看就是遭受过猛烈撞击。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赶紧凑过来，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半天，才脸色凝重地说出结论。他说，头骨的破损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边缘有明显的外力撞击痕迹，应该是被钝器从后面击打造成的，这很可能就是致命伤。霎时间，方舱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心里犯嘀咕，这墓主人到底得罪了谁，竟然被人下这么狠的手。而这时，纺织品考古学家那边也传来消息，他们提取了骨骼上的样本，也研究了骨骼周围的淤泥，发现女棺内并没有任何丝织品残存，仅只发现墓主人脸部裹满层层的草席，躯干上也仅发现残存的草席碎片。这就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么一个有身份的女性，连块像样的裹尸布都没有，只裹着几层破草席下葬呢？这豪华的船形棺和简陋的草席裹尸，怎么看都透着不对劲。是下葬时太匆忙，还是墓主人死后失事，连像样的陪葬都没有？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，墓主人的骨骼越来越完整，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也有了更多发现。他拿着尺子测量骨骼的长度，又仔细观察牙齿的磨损程度，推测出墓主人年龄大概在45到50岁之间，身高大概在1.52米，
在唐宋时期，这个身高算是中等水平。在检查骨骼腰椎时，王明辉还发现墓主人腰椎有严重的骨折痕迹，而且还有明显的骨质增生，这说明他生前可能长期卧床或者从事过重体力劳动，身体状况很不好。听到这个结论，考古人员一头雾水，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居然还能腰椎骨折、骨质增生吗？难道他生前的生活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轻松？考古队员继续清理，又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，棺内的漆器居然压在了腿骨下面，所有的器物都往一侧挤，像被人胡乱堆进去的。正常墓葬里，器物都会整齐地摆放在脚部或一侧，绝不会和骨骼叠压。为了弄清楚棺内器物混乱的原因，考古队员决定对棺木的结构进行检查。他们发现棺木的侧板有轻微的变形，底部还有一些水渍的痕迹。领队孙明利推测，可能是下葬后地下水位上涨，水渗进了棺内，把里面的器物和骨骼冲得乱七八糟。再加上停柩时间长，尸体腐烂后，骨骼失去了支撑，就更容易被水流带动，形成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。可这个推测还是无法解释棺盖上的砍砸痕迹和没钉牢的棺钉。如果只是水流扰动，棺盖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为破坏的痕迹？难道下葬时有人故意要破坏这具棺木？这个人会是谁？是和墓主人有仇的人，还是家族内部有矛盾呢？此时，千年女棺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，可大家心里的疑问却越来越多。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他是被什么人杀害的吗？为什么他的棺木既豪华又残破？这些疑问就像一团团迷雾，笼罩在考古队员的心头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有人突然想到，和女棺埋在一起的另一具棺木会不会藏着答案？于是考古队员的目光都投向了旁边的千年棺木。这两具棺木埋在同一个墓葬群里，接下来要开启的男棺居中，女棺在南侧。按照古代墓葬的布局习惯，这样的位置关系很有可能是夫妻合葬。那么男棺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？会不会也像女棺一样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大家心里都充满了期待。如果男棺里能发现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文物，比如买地券、墓志铭之类的，说不定就能弄清楚女棺墓主人的身份，甚至解开她的死亡之谜。而且男棺的外观看起来比女棺更完整，没有明显的砍砸痕迹，里面的文物或许会保存得更完好。考古队员很快做好了准备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开棺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着男棺揭开神秘的面纱，期待他为大家带来惊喜，解开千年女棺的谜团。当千年男棺的棺盖被缓缓打开时，考古队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一半。棺内的淤泥虽然也不少，但器物的摆放明显比女棺整齐，没有那么混乱。大家按捺住兴奋的心情，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淤泥。刚清理了没多久，一个造型奇特的木剑就露了出来。这木剑上面刻着模糊的纹路，看起来像一匹马的形状。考古队员小心地把它挖出来，去掉上面的淤泥，果然是一尊木马。这木马的四肢虽然有些残缺，但轮廓还很清晰，马的头部还刻着简单的眼睛和鼻子，看起来栩栩如生。紧接着又一件木俑被发现，这木俑是站立的姿势，身上还留着淡淡的彩绘痕迹，虽然大部分已经脱落，但能看出曾经是彩色的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考古队员在木俑旁边发现了一个木质的明堂。这明堂像一个迷你版的小房子，房子的侧面还有窗户式的小孔，上面刻着奇特的人物图案，图案旁边还有3个模糊的字“杀杀杀”。考古队员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，也没弄明白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有队员猜测，会不会是家族的暗号，或者是某种祈福的咒语？这个疑问只能留到后面慢慢研究。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，一件精美的漆碗被挖了出来。这漆碗的造型很特别，碗口是5瓣花的形状，像一朵盛开的花朵，碗身外面刷着黑漆，还留着淡淡的光泽。考古队员把漆碗带回临时实验室，用清水轻轻冲洗，
突然发现碗的外腹部有红色的字迹，大家赶紧找来手电筒，对着字迹仔细看，看清了这4个字“尧先上劳”。考古人员研究后发现，尧是姓氏，先是行书字体，上劳就是上等牢固的意思。在五代和两宋时期，商品经济特别发达，浙江温州那边有很多漆匠铺子，为了竞争，商家都会在漆器上刻上劳，有的还要刻真上劳、真实上劳，就是想告诉买家自己的东西质量好、结实耐用。同时，这漆碗的造型是五瓣花口，这种造型在唐五代时期特别流行，很多日用瓷器、漆器都会模仿唐代金银器的造型，还融入了西亚金银器的元素，形成了独特的花口式风格，是唐五代时期的典型特征。结合尧先上劳的铭文，考古人员基本能确定，这具南棺的年代应该在五代到北宋之间。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信心大增，大家清理得更仔细了。就在清理到棺木中部时，2枚铜钱被挖了出来。这2枚铜钱的正面都刻着开元通宝，看起来和普通的开元通宝没什么区别，可翻到背面，大家都眼前一亮。一枚背面刻着闰字，另一枚刻着月字。发掘组长车亚峰研究铜钱多年，他拿着铜钱说一阵研究后发现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开元通宝，是晚唐会昌年间铸造的会昌开元通宝。会昌是唐武宗的年号，大概在公元841到846年。闰指的是闰州，就是现在的镇江，在当时是浙江西道的首府。岳指的是岳州，就是现在的绍兴，当时是浙江东道的首府。安史之乱后，朝廷把江南东道拆成了浙江西道、浙江东道和福建道。后来吴越国的钱镠把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合并，建立了吴越国。这2枚铜钱正好见证了吴越国的来源，说明这具南棺的墓主人很可能和吴越国有关。随着淤泥越来越少，棺木底部的文物也越来越多。一件轻薄的织物残片被发现，考古队员赶紧把中国社科院的纺织物考古专家请来。专家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，最终发现这是七砂棺的残片。七砂棺是古代的高档帽子，它以轻薄的纱为底胎，要经过多次修漆才能制成，既挺刮又轻盈，戴在头上特别凉快。从汉代开始就有七砂棺的雏形，很多古代书画里都能看到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乌纱帽就是从七砂棺演变来的。可七砂棺是丝绸制品，属于有机物，在地下埋了1000年，能保存下来简直是奇迹。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，这么完整的七砂棺残片还是第一次发现。随着清理工作接近尾声，棺木底部的一块木板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。这块木板比其他木板略薄，上面好像还刻着字。考古队员赶紧用清水冲洗，又用软毛刷轻轻刷洗，木板上的字迹慢慢显露出来，这居然是买地券。买地券可是考古界的宝贝，它是死者亲属为死者在阴间购买土地的证明，上面通常会记载死者的姓名、下葬年代、埋葬地点等重要信息。考古队员赶紧把买地券小心翼翼地取出来，平铺在干净的木板上，仔细辨认上面的文字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辨认，考古队员终于看清了买地券上的关键信息：乾德4年和李府君下葬。乾德4年就是公元966年，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北宋，但吴越国还没有灭亡，正处于5代到北宋的过渡时期，这和之前出土的会昌开元通宝正好能对应上。李府君则说明，这具南棺的墓主人是一位李姓男子，府君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，说明这位李姓男子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也对南棺墓主人的骨骼进行了研究。这具骨骼的特征很明显，低颅阔面，额头比较宽，还有点北方蒙古人种的特征，比如后脑勺有个小尖，这种特征在汉族人里比较少见，可能有混血的情况。从肱骨的粗壮程度来看，这位墓主人生前上肢肌肉很发达，应该经常锻炼身体或者从事过体力劳动。根据牙齿和骨骼的磨损情况，他的死亡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，身高差不多1.7米，
在当时算是高个子了。现在，千年南关的身份基本明确了，他是一位生活在吴越国过渡到北宋时期的李姓男子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生前身体强壮。可他和千年女关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如果真是夫妻，那为什么女关的遭遇这么凄惨？南关里的杀杀杀铭文、怪异墓俑和女关的传行棺暴力下葬，是不是都反映了吴越国时期苏州独特的丧葬风俗？这些疑问还得从两具棺木的关联中寻找答案。把千年南关和女关的线索放在一起，考古队员有了更多的猜想，可也面临着更多的谜团。从墓葬的位置来看，南关居中，女关在南关的南侧，而且两具棺木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墓葬群，再加上女关出土的越窑青瓷粉盒、铜镜、木梳等女性用品，以及南关的李姓身份，最合理的推测就是两人是夫妻关系。可这个夫妻猜想却被很多矛盾点推翻。首先是棺木的等级差异，女棺是罕见的船形棺，还有凸起的须弥座，外观看起来比南棺更豪华。南棺虽然陪葬品丰富，但棺木造型就是普通的长方形木棺，没有女棺那么讲究。如果两人是夫妻，凭什么女棺的棺木等级比男棺还高？还是说这位李姓男子是入赘到女方家的吗？在古代，入赘的男子地位通常比妻子低，或许这就能解释棺木等级的差异。其次是下葬待遇的差异，南棺的陪葬品琳琅满目，有七杀棺、丝织物、漆器、铜钱，还有木俑、明堂等祭祀用品，下葬的很规整。女棺却只有几件越窑青瓷和简单的梳妆用品，还裹着破草席，棺盖被砍砸，棺钉没钉牢，像被人草草埋进土里。如果真是夫妻，为什么妻子会遭到如此对待？是李姓男子生前对妻子不好，还是妻子死后家族发生了变故，没人愿意好好安葬他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丧葬风俗的疑问。南棺里的明堂、木俑，女棺的船形棺，都和常见的唐宋墓葬不同，透着吴越国时期的独特性。尤其是女棺的船形棺，苏州自古水陆并行，居民的生活离不开舟船。考古队员推测，这船形棺可能象征着墓主人希望在另一个世界，还能像生前一样，在吴越水乡的河流里航行。可这种船形棺在墓棺中极为罕见，是只有这一家族使用，还是当时苏州地区的普遍风俗？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记载，只能留待后续研究。不过，这次发掘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一方面，苏州地处太湖流域，地下水位忽高忽低，很少能出土完整的木棺。这两具千年古棺的发现，正好填补了苏州唐宋时期丧葬风俗的空白。通过对棺内文物和骨骼的研究，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。比如从窑仙上劳的漆器铭文上，我们能看出五代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；从越窑青瓷的研究上，我们能了解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。另一方面，方舱考古在苏州的首次应用，也为后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范本。传统的野外考古受天气、环境等因素影响很大，文物很容易在发掘过程中受损。而考古方舱能提供恒温恒湿的稳定环境，还能进行多学科联动，微生物采样、丝织物提取、体质人类学研究等，都能在方舱内完成，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，提取更多的考古信息。这次发掘中，七杀棺、丝织物等脆弱文物能成功提取，方舱功不可没。当然，至今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。南关明堂上的杀杀杀字样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家族的标记，还是某种宗教符号？女棺墓主人的具体身份是谁？她真的是被人杀害的吗？凶手是谁？是家族内部的人，还是外人？这些疑问还需要考古队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，比如对女棺墓主人的骨骼进行进一步检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关于死因的线索；对南棺的明堂和墓俑进行修复，看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图案或文字，
查阅更多的历史文献，看看有没有关于吴越国时期苏州李氏家族的记载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，这些谜团都会被一一解开，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这对千年夫妻的故事，还原1000年前的社会风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。如果后续考古队找到了答案，我会附置在视频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赞收藏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会。